出現很多光怪陸離的事情，越敢講、敢造謠的、敢唬爛、敢於表演，收視群眾非常的多。原本批判他的聲音變成稱讚的聲音，人手一個鏡頭，手機隨時都可以上新聞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新一代的，因為隨着收視的想法的改變，对，有接觸到你的節目的那知道，但不見得每人都接觸。所以我想問的是說，很多年輕的觀眾其實聽過你的名字，那你會怎麼用一句話來介紹李四端呢？最簡單一句話呢，就是我熱愛新鮮的事情，喜歡講故事，話很多，永遠有高度的好奇心。然後始終也找不到自己真正人生的方向，反正就一天過一天了。但是我很熱愛故事，各種世界的故事，身邊的故事。那我很高興，也很榮幸有機會不斷的在敘述這些人生的故事，然後告訴給我的觀眾跟朋友。所以主持這件事情，或者是說做媒體這件事情，其實對你來講是出自於一種很初始的熱愛。沒有這回事，我真的是混口飯吃。我不是像蔣公一樣，從小看什麼魚逆流上岸的人生。我覺得人生走什麼路都是蠻多是偶然的。我那時候我從小數學不好，我們早期的這個升學制度方式其實很早就定終身了。你數學不好，你根本不可能走理工。對，大學只有4個組，一旦數學不好，你就不可能有錄取的希望。我們那時候錄取率大概以我那一年乙組錄取率只有4%，整個聯招錄取率我們大家都是10%大概。所以你高中的時候就被迫要選擇，那只有文組啊。那文組我覺得我的文筆那麼好，而且我有點怕餓死，對不起，對文學家不敬啊。然後我剛好高2的時候，有一位學長到我們學校，他當時在中視當主播，當電視記者，他到我們學校來敘述他的工作。那個演說的確觸動了我，觸動了什麼呢？哇，我覺得有這麼棒的工作，走世界各地，然後好像無拘無束。對我來講，無拘無束是一個人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很怕規律，很怕規範，很怕重複，所以我就決定想要去念新聞。當時那時候新聞系沒那麼多啊，那當然就去考新聞了。事實上我家裡，因為我父親是學醫的，學醫的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接你的衣缽，對不對？我父親考上野史，他始終沒有给我的壓力，但我知道，但他很不喜歡新聞記者，他覺得新聞記者都是造謠的。他那個時代就覺得新聞記者是造謠，就是很有意思，給人家帶來麻煩的。所以我去想念新聞，他一直不以為然，而且也覺得你念新聞記者幹什麼？他覺得新聞記者不是個事業，也不是個行業，更不是個專業。那總而言之，我就是這樣子。後來重考大學，第1年是什麼也沒考上，重考1年，所以我對補習班就敬畏又尊敬，因為他在那個時候的填鴨式的考試制度，念補習班真的很有用。但你必須念苦心那1年，那最後就念上新聞了。新聞就一路走，那碰到老師的影響很大，有老師是非常的表現的卓越的，那我就很想走那老師那條路，我就順着他的路，所以慢慢就這樣子走進了電視。電視是因為我回來的時候，台視剛好在公開招考，我就報名了，然後最後就一關一關，最後就考上了。考上了之後，我大概也沒有別的專業之長，就是一路走來。我現在如果連新媒體也算的話，在熒幕上大概42年了。Imagine， 哇！其實做媒體，它本身，我覺得它也算是把歷史做記錄的一環。而且媒體這個產業，有時候有很多，比如說談到記憶，我的記憶應該，我覺得人記憶都是在這個行業剛開始的時候。對，最深刻一件事情是我感覺到什麼叫做兇殘，什麼叫做侵入式的採訪，什麼叫做該指於當指。當時是台北市一個國民小學，大家記得歷史很久，當時的法制還沒有現在這麼堅決，記者還可以隨便亂闖。我們接到的消息是國小中午午餐就開始在玩，學校每個走廊中間有那個鐵捲門，鐵捲門當時的按鈕大概就這麼高度，他忘了小孩子有些比較高一點，小學生上下沒有保護的，鐵捲門下面有一個鐵片橫的，他們就拿那個上下釣竿一樣的在玩。有一個小女孩拉住，她發覺那個鐵捲門拉得太高了，她心慌，你知道？我覺得這個很殘忍，也很痛苦。他手不敢放，下面學生也沒有人知道怎麼按停，大家也慌了，他就夾進去。你說怎麼可能？他身軀很小，他是一個小學2年級吧。我的天哪！我盡量避開這個不該講，但不管現場根本只有1名警員在場，檢察官都還沒有到。我看到的就是你想象的女孩在上面，然後沒有敢靠近那邊。我那時候大概覺得膽子大啊，或者覺得出生之犢，還或者我覺得新聞就是要追求究竟。電視記者啊，這不是一個最真實的影像嗎？我們那時候對於，而且以前沒有馬賽克的。我的攝影大哥他是一個有2個孩子的爸爸，攝影大哥在我後面，我說拍啊，不拍，我幾乎跟他吵起來。我覺得他有點是不是霸凌我，欺負我剛進來電視。你是菜鳥這樣。對，我是當然拍這他不能拍，也不該拍。然後我回去我好生氣，這麼好的新聞，對，就是
幾個字，這麼好的新聞，你知道那個話代表的就是你看到的只是你的為了工作表現的私欲啊，你忘了那是一個人的生命沒有了。還跟我的長官說他不拍，我們那個搭檔不拍，我一部很不平。我的長官只是那就不要發這條新聞吧，沒有關係。我覺得很不解，這些人對吧？這不是電視新聞，這不是新聞，就是應該報啊，發生什麼不就該報嗎？或者報的非常簡單。有一天我跟攝影大哥，他說他當時拍不下去，想到是他自己的孩子，他自己孩子當时也差不多年龄，也是小學，他覺得怎麼能把這種影像送到人家家裡去給人家看？然後你拍他的時候，你有沒有想到他的父母親作何感想？那一刻我到现在这是多少年的事情？这是你刚入行第一年的事，第一年。第一年的事，对，所以这個事情給我的教訓就是，你做任何事情，你不能夠沒有人性。那我覺得那個，即使記者，我覺得你應該有一個最起碼一個同理心吧。對，我也不叫你處處都同情，你同情那你怎麼做記者？但是總有那個界限。所以我覺得新聞記者工作給我教導的，也許是我會覺得你要對天地有些尊重。還有一個就是日本3.11地震的時候，是我們去現場採訪。當然那一幕一幕都是詭異的。你看到一個大輪船停在那個柏油路上，你看到那個，他被那個海嘯打上來，對，那時候你有一點不知道怎麼去採訪，怎麼去報道了，因為處處都是歷史，你知道這些景象都是永遠在人中的記憶。同樣也是旁邊一位攝影同仁，這就看出來年齡、背景、家庭對一個記者對任何事情有不同的影響。我們剛剛提到那位攝影大哥不忍心拍攝，其實基本上有一個原因是他自己是父親，他了解這個親情之間喪失親情的一個痛苦。這次我想到3.11大地震的時候，這位跟我一起採訪很年輕，沒有成家，他想到的只是他家裡告訴他那邊有輻射線，他每天帶着輻射衣，然後我說我會第一個在你面前先死掉，你不要擔心，我先走好不好？我覺得他應該拍的很多是這種歷史性的，但他覺得他要拍的是那種這種景物的對稱感，什麼我就不懂了。我覺得那時候講，哇，你走在歷史前面，你根本就在第一排歷史上，你舉起鏡頭的每一剎那、每一面畫面都是在歷史，你還需要取什麼鏡？就拍吧。所以我覺得人的心境啊，大概是我覺得我自己做這個行業感觸最深的。你也看到很多人從成名到如何，說穿了，心境兩字要來自於人生體悟，來自於對歷史的尊重。歷史有它自己的軌跡，對，而這個軌跡，我覺得到最後對所有人生，最後一刻都是公平的。剛才端哥講到一個關鍵嘛，就是說做媒體就是在記錄這件事，然後又跟歷史學做結合，是一個對歷史有興趣的人的時候，其實我覺得那種疊合感是很強。那透過這個過程當中，然後你就去檢視你過去讀的這些資料，還有他所說的那些內容，這個時候就有很強的一個辯證的能力。因為每天做新聞，大家覺得每天你都在對比真相，人的真相、歷史的真相、事物真相、一切的真相。可是我覺得我有另外一個想法，就是真相我們可以理解，可以做比較，甚至可以有一些好惡之心，但我覺得那應該放在你的心裡。應該不是選擇在對人性就是徹底的失望，或者是徹底的崇高。而且我覺得你每天看到的正面跟負面其實都有。对，那我會覺得那就是一種成熟，一種成長。尤其我覺得我們做你接觸太多很多人，像新聞媒體啊，我永遠保持一個就是平等感，我只要求我們是一個平等。而且媒體，我覺得媒體人最大的還有一個問題，就是我們永遠都在關心別人家的事情。比如說，我不相信各位有看過，當颱風來襲的時候，哪個記者說到自己家裡開個現場，對觀眾，我家裡現在也很危險。記者都是到別人家去，都是到他自己家，搞不好已經被淹了。也有人永遠就是在破壞，永遠在尋找那些不尋常。媒體很像颱風過境，當你家裡出現亂子的時候，媒體就來清掃一遍，把你所有的家子都弄完了，然後最後你家裡還沒復原，媒體走了，因為沒人看了。但至於你家後面的復原有沒有復原呢？他不重視了，沒人關係。所以說，媒體可能是健忘、短暫的，但是我覺得他們也有時候是站在利他的角度去報道。其實也很有意思，就是傳統意義上說，台灣的電視的黃金時代，那個年代你們做主播的時候，跟現在社會大眾作為記者的說法，其實有很大的不一樣。以前主播說實在蠻令人尊敬的，而且大家看到了會覺得哇，這名人。但現在記者現在有一句話嘛，小時不讀書，長大當記者。就好，這你聽過吧？傷害力蠻大的，對，因為不讀書才去當記者。對，你怎麼看？就是說，從黃金年代走到現在，這個整個電視的一個文化，黃金年代見仁見智啊。有人覺得那是一個被
被壟斷、被操控的一個思想洗腦的時代。我現在講的事情，可能就是您的觀眾的他們的爸媽或阿祖的事情啊。我們談的都是40年前的事情。當時因為很簡單，就是媒體的稀有性，所以我們做的任何工作都比較容易被看到。當時一個電視台的新聞部門大概30個人唄，真的假的？30到50個人，不可思議。採訪中的記者才10幾個而已啊，30到50，哇！別的不談好了，第一個區別是那時候我們算是守門人，新聞要經過我們這裡篩選、挑選、比較、詮釋之後再到一般觀眾，所以跟現在的所有觀眾自己做守門人，你要聽什麼看什麼這樣子，這是第一點不一樣。那時候我們對於新聞會有這種，你會有判斷權。當然，對於來講的話，這判斷權可能就是非常主觀了。對，但是判斷權也會提高你的自己的責任感跟戒慎。因為你要應用的資源是非常有限的。第二個，由於我們的人少，由于我們的制度，所以我覺得那時候的新聞的理念跟一個公司的價值觀，還有公司的事業的風格傳承比較嚴格。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，我剛進電視的時候，我們的電視台它有一個規範，就是新記者你要了解，這時候只試用我，還不覺得你是不是格。所以我們前3個月我們可以配音，可以處理新聞，可以在鏡頭前出現，但沒有我們的名字哦。你沒有資格掛名，你沒有資格掛名。哎呦，他也叫你尊重你的前輩。我們在辦公室的座位，我永遠最年輕的人就在門口，就所有人家闖進辦公室，你就是負責接應。有人闖進來要殺我們，你是第一個挨刀的，對不對？他要讓你去尊重你的體制，半年你才能出國採訪。哦，要進來半年。所以說，我覺得像這些你說是階級，辦公室階級，一定有一些。現在如果這樣做，一定有人跟公平會抗議啊，什麼東西。但那時候他的做法就是第二點，他比較把價值觀傳承下去。我們會等待我們的時機，對，然後你要學習很多你前輩的東西。那我覺得就是你看為什麼早期他們的媒體人，他們彼此間的關係好像比較緊密，圈子小，但是他們的凝聚力很強。其實有很多制度性的因素，還有時間，還有耐力。第3個當然很簡單，就是資本跟科技，這是我覺得改變最大的。當時我們屬於稀有性的3個電視台，我們那時候一年的所謂黃金期的晚期，我們一年的營收是50億台幣一個電視台。哇，那個時候對，我的天啊！所以你可以想到那時候的資源多豐富就可以讓記者，以媒體來講，你可以去做很多第一線現場的採訪，都讓記者去跑。然後在世界各地幾乎都有派出記者。哇！所以你看那時候，我相信你所謂的現在談世界觀、國際觀或怎麼樣。你畢竟有一個台灣的人的眼睛，台灣人的聲音在那個地點，對，所以這也帶來了工作的歷練、視野的開拓，以及記者工作的滿足感。他會願意在裡面多做一段時間，因為他有他的滿足成就感。那科技那時候也進步，那時候科技也因為資源，電視公司採購的科技最快的。其實這個差距甚大，跟他們競爭的人是用相對廉價的成本，然後再競爭，所以那個槓桿就差很多。所以我們那時候，我們感覺我們的東西比較容易被看到，成就感，然後你比較能夠可以去稍微主導性一些社會的議題方向，對社會的一些重大事件，你可以持續性的，比如說我們那時候，我記得我們就嘗試有一個公安事故，當時台灣還沒有一些現在公安的法令，那公安事故牽涉到長期的這些人都被傷害，那時候陽光基金會好才剛開始，還沒誕生，對。我們記者，我們就派同一組的記者將近1年的採訪，哇，就不定期的一直叫他去做這件事情。剛開始非常的煩，後來他開始跟這個新聞有了情感，也跟當事者有了情感，他採訪當然更深入，但他也開始慢慢去了解，這需要全面的一個社會的配套的改變。另外一個事情，我們那時候因為我們有餘力來做這件事情，我記得另外一件我們做了，覺得自己蠻自豪的。台灣那時候的交通法令也不夠健全，砂石車到處亂闖，由於一些法令不正常，最後變成砂石車撞死人之後的賠償金額是極為有限的，对，而且砂石車的肇事司機的追究責任是非常不合理的，对。那我們就是也是一組記者，持續的跟砂石車的受害者、砂石車的工會，然後最後跟民意代表最後是引用我們所採訪的數據資料，最後完成了台灣第一部關於砂石車的安全的立法。哇，這個影響很大。對，後來的慢慢的交通法規開始建立，所以那時候就是你有這個餘力，你有這個空間跟責任。那我自己有一次看到監察院有份報告，造成了多少受害的空軍的遺眷，
空軍當然不理我們啊，我們就找那個眷村的家屬啊，敘述他們他痛苦。這個事情被李總統看到了，當時那時候新聞畢竟頻道少，我們是可以影響到最高首長，所以很多人就怕上我們的新聞，就他被他的長官看到。總統覺得我也許了解的不夠清楚，要空總跟我聯絡，安排我們到各個基地有 F-104的，去聽飛官、聽眷屬他們的說法，至少平衡一點。看什麼？我覺得並不是要我們做什麼改变。他是希望我们多看一點。最後，我覺得某方面促成了後來若干時間之後，空軍全面停飛了。那時候我自己感覺就是，哎，好像媒體是有影響，是可以帶來一些改變的，是這樣子。所以說，我覺得那個時代跟現在，我想現在是記者一樣，為什麼還有這麼多人願意做媒體？事實上是你是可以改變的事情，但是你要給他持續的追蹤跟資源。這個我們所謂的黃金電視時代，跟今天感受真的是差距非常非常的大。現在人手一個鏡頭，手機隨時都可以上新聞，每個人都是主播，每個人都是媒体人呢。然後還有閱讀的判斷權，其實是從媒體端下放到收聽者，收聽者自己決定你要看什麼，所以也會出現很多光怪陸離的事情。越敢講哦，有時候都不是敢講，敢造謠的，敢唬爛的，這個敢於呢表演，他反而收視群眾非常的多，而且多到一個程度的時候呢，原本批判他的聲音也消失了，變成稱讚的聲音，我們就會換成一個說法，就接地氣。哇，貼近觀眾庶民的聲音，你自己看哦，這個變化到底是好還是不好？也有人說這是民粹，但也有人認為說這才是真實的，應該是這樣去發展。而且我們從一個歷史脈絡來看，為什麼新聞在變多呢？因為世界正在變得複雜，人口正在增加，事情正在變多，面向正在變廣，然後報道的技術啊，各個方面，所以它只會從簡單走向更困難。媒體其實正反映的這件事，而我們的大腦對於這個資訊流的一種渴望跟飢渴，也不斷的在激發媒體往這個方向去突變。那最經典的，我覺得短平快，所以抖音變成現在非常強勢的主流。而抖音強不強勢不重要，但是抖音的形式絕對強勢。像我們自己喜歡做一個長的論述，因為歷史學裡面有一個長的論述，你講不出東西，可是你也被迫去適應，你得剪很多很短，就一小段的。然後我就覺得說，哇，這個差距很大。你看你們以前短是因為時間很有限，人力很有限，然後空間有限啊，然后再加上可能事情上關心的是比較集中的。那個時候短是精兵的短，那現在的短不是這個邏輯，現在的短是特定的點、特定的熱點，我快速的呈現，然後抓到那個流量，然後我這才能夠在這裡面繼續生存下去。現在是比較偏向這個，所以你怎麼看？從傳媒到新媒，其實它有一個很大變化，而且新媒也在變化，新媒也從比較長的往比較快速的方向在走。我觉得现在你在關心這個事情，因為你剛剛講的，是不是聲音越大，越能，好像越招搖、越喧囂的人啊，他們就佔據了空間。我的看法是，我們現在一切所看到的，就是科技在帶領我們，社群媒體跟我們大家使用的智慧手機，這些一切大概就是今天我們看到現象的根本原因。我們現在大概所看到的短視頻啊或怎麼樣，基本都是因為社群的分享方法。你看一個最大的區別是，以前我們還報紙，如果各位覺得沒有看過報紙，什麼樣去超商看看，快絕版。報紙有一個跟現在社群媒體有一個最大的差別，報紙的版面是一個全面性的。它有一個，你看版面大概會知道哪條新聞是大新聞，哪條小新聞，什麼頭版 headline 什麼東西。但你現在看的你的社群媒體，它的排列方式是縱向的排列的，它是按照熱度排列的，所以你永遠不知道真的是哪一個是最重要，而且我们的理解方式完全變了。而且你看到的縱列方式可能是你的自己的經過大數據分析之後，他覺得你是喜歡這樣的排列的。最後我們覺得我關心的，大家所關心的其實根本差遠，那都是別人看不見的，這永遠就是你的小。所以我覺得，我也覺得很多人在社會上好像他們的發聲怎麼永遠都是他們在發聲，因為他們抓到了一個訣竅，就是永遠佔據那個空間。對，我覺得現在網絡人士或者網絡時代最累人的一件事情，你要不斷去發消息，你要不斷的更新。我覺得訊息的爆炸，這一切東西，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跟以前，我覺得就是科技。我們現在就是被這些媒體大亨、这些科技巨頭被他們所引領了全世界的方向。那這個方向是好是壞，我覺得我們已經沒有資格去談了，因為你已經在這個漩渦裡面，你要就是被它淹死，你也逃不出去。你喜不喜歡都這樣。對，所以你要就是你也來做一個，不然就是你去選擇你的知音吧。所以其實我覺得我也把這份心情分享給端哥，就是你作為
為一個這麼長時間做媒體，然後也都是在熒幕端前，而且現在你也做新媒嘛，所以也很多時候我看你也会去接一些現場的主持，但很多是朋友什麼，但是也接觸到觀众的機會，絕对比以前在熒幕機後面來的更多。你自己的感覺是什麼？現在跟粉絲啊、跟觀眾朋友這種互動，包括我們現在做的是 live， 大家開始在丟問題嘛，然後你的感覺是什么？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，我只是覺得很感謝吧，自己的腦袋啊、身體啊，還有自己的心力啊，還是願意去嘗試新的事情。然後第二個，我覺得就是開放自己，然後把自己的價值還能做的就盡量做吧。我覺得很簡單，不要忘記學習，不要忘記你可以提供一些價值給別人。第三個就是那個分享中不要忘了感恩，不斷的要感恩。大概甚至我們自己行業裡面，我覺得能活到現在一個蠻重要的